大家好，我是法山，一名平平无奇的法律工作者。今天我们来討論一個非常敏感的詞彙啊，女權。為什麼要討論這個話題呢？因為最近微博出現了一個爭議很大的熱搜事件，即井川里羽的照片事件。情況是什麼情況呢？網紅井川里羽啊，在網上發了一組風格大膽的照片，但該組圖片呢，就令部分人感到不適。比如說啊，就有網友發文說，有多少女性聲嘶力竭喊出穿衣自由的口號，為之付出慘痛代價，甚至失去生命，結果你竟拿來擦邊啊！這種擦邊軟色情的行為呢，就是在狠狠背刺那些為女性爭取權利的人。而與此同時呢，這段時間啊，大家似乎又對穿衣自由賣煎餅的狗頭蘿莉女士呢讚賞有加。所以問題來了，那就是啊，社會所關注和追求的女性權利到底應該是什麼樣子呢？而我今天想告訴朋友們的是啊，如果你困惑，那就對了，因為本次啊井川里羽事件反映的衝突，客觀上就是我們國內女權主義多年以來一直避而不談的女權主義內部性激進派女權主義和反色情女權主義之間的衝突。在正文開始前啊，我還是要先說一下，由於之前我制作了一期呼籲公眾不要小作文斷案的視頻啊，我也從不同層面了解到，已經有部分偏激的人士呢將我列為不尊重女性陣營中的一員。對此我雖有所心理準備啊，但還是深感失望。為了避免誤會，我需要先強調，作為一名四川耙耳朵，多年以來呢，我一以貫之都是呼籲社會關注並尊重女性法定權利的，包括本視頻，尤其是本視頻。且本視頻中援引的核心觀點呢，均來自於權威女性社會學家的觀點。本視頻所表達的核心觀念，也是呼籲所有人尊重並保護女性的所有法定人身權利。我認為需要警惕並反對的是那些打着維護女性權利的名號，變相污名化，甚至企圖剝奪女性法定權利的群體。對此，如果還有人將我基於法律規定及法律原則的討論扣上不尊重女性的帽子，那很遺憾，你很有可能就是我認為需要警惕並反對的那部分人中的一員。言歸正傳，要說清楚什麼是性激進派女權主義和反色情女權主義呢，並理清他們之間的爭議焦點，我們需要先了解一次會議並學習一篇論文。會議呢叫巴納德會議，論文是人大黃英教授的《女權主義的新論述》。巴納德會議啊，指的是1982年春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巴納德學院召開的第9屆學者與女權主義者年度會議。在這次會議中啊，女權主義的運動家及學者們就發生了嚴重的分歧，並在此後進行了長達數十年的論戰，並產生了性激進派女權主義和反色情女權主義兩派。而這些論戰呢，也使該會議成為了整個20世紀以來啊，對女權運動產生深遠影響的標誌性事件之一。論戰產生的原因呢，在於彼時正是性解放思潮與保守主義此消彼長，並逐漸產生矛盾的關鍵時期。在此情況下，巴納德會議的策劃人在設置議題的時候，為了更為複雜的討論和理解女性的性差異與性政治，就把會議的主題確定為快樂與危險。快樂指的是女性的性快樂、情慾之樂、身體愉悅，其中也包含從色情、女同性戀及 SM 中能獲得的快樂等等。危險呢，指的是關於女性的性危險，比如性暴力、性壓迫等。議題這麼設置的初衷呢，是增加議題多樣性，但沒想到啊，該會議迅速遭到了部分女權主義者的強烈批評。這部分批評者認為啊，該會議對快樂的討論就忽略了性暴力、性壓迫等女性所遭遇的更為迫切的危險議題，甚至呢被視為與資本主義父權結構同謀以支持色情，因此呢是惡心、狗屎，甚至反女權。是的，一個由女性組織的女性主義會議啊，被另一部分女性質疑為反女性主義。女權主義呢，內部陣營發生了嚴重的分裂。用女權主義者何安白的話來說啊，曾經以為牢不可破的姐妹友誼啊，竟然崩裂。女權主義呢，逐漸形成以盧賓、萬斯等為主力的性激進派女權主義和以道金、麥金農為主力的反色情女權主義兩派。其中呢，反色情主義呢，又被叫做支配論女權主義。所以到底什麼是性激進派女權主義，什麼又是支配論的女性主義呢？女權主義的新論述這篇論文啊，就進行了詳細的介紹。我先簡要介紹一下本文作者黃英教授啊。黃英教授呢是中國人大社會與人口學院的教授，研究方向呢為性別社會學，論文的質量很高，且著作等身。在本論文中呢，黃英教授是1作，張玉志博士呢為2作。根據論文呢，支配論女權主義代表危險，他們認為啊，性別壓迫源自於男性對於女性的性壓迫，而色情品，注意啊，這裡所謂的擦邊也在色情品的概念內，恰恰就彰顯了男性對女性的壓迫。因此他們反對一切形式的，包括說小說、電影、圖像、繪畫等文化表徵在內的色情。而隨着論證的進一步發展啊，支配論女權主義還出現了諸如性是男性對於女性的壓迫工具，不平等的結構制約下，女性不可能有真正的同意與自願等觀點。同時啊，支配論女權主義逐漸推導出一套完整的邏輯閉環，
即在性是男性占支配地位，系对女性的压迫工具这一概念下，女性衣着大胆，釋放性感，就是討好男性，是擦邊；女性結婚呢，就是成為家庭的附庸，成為男性的免費保姆；而女性生孩子，就是被男權社會當作生育工具。因為兩性本身既是不平等的，女性沒有擺脫這種不平等的兩性關係，即處於不平等之中。對此，女權主義者盧賓有一個形容即在反色情派的眼中，性等級的頂端是不包括男女角色扮演的女同性戀。注意分了 T 和 P 的都不算頂端，為什麼呢？因為女性扮演男性角色也反映了男性壓迫女性這件事本身。而與此相對賣淫、SM 和跨代的性活动就處於性等級的最底層，而這種所謂的女權主義話語就重新創造了一種極為保守的性道德。與此相對呢，性激進主義呢就代表快樂，強調女性的情慾主體與能動性。他們認為反色情派就限制了女性表達的自由，也不認同性是男性對女性壓迫工具這個觀點。比如說你憑什麼說和男人上床就是被男人睡了，而不是我睡了男人呢？為什麼你們總是一副被迫害妄想症，一副和男性發生性關係就是吃了虧，成為泄慾工具的樣子？只要老娘快樂，老娘想怎麼玩怎麼玩，想玩 SM 玩 SM， 想玩角色扮演就玩角色扮演，想穿什麼衣服就穿什麼衣服，想和幾個人睡就和幾個人睡，要你管。甚至對於部分議題，比如說性交易，雙方呢也產生過激烈的矛盾衝突。比如說支配論的女權主義就會認為性交易本身既是典型的男性對女性的剝削，可在性激進主義看來呢，老娘憑什麼不能靠自己的身體賺錢呢？是為了防止人口販賣和對女性的剝削嗎？得了吧，按照這個說法，我們就不該簽勞動合同，因為勞動合同就是勞動者出賣自己的勞力和時間換取金錢而時間就是生命學成文武藝，或與帝王家，資本家這是在用錢買我們普通人的命你都同意簽勞動合同了，那這個國家離奴隸制應該也不遠了吧？在明白女權主義這兩派以後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井川里羽這次事件，大家應該就清楚多了。在支配論女權主義者看來毫無疑問，井川里羽發的這些照片是擦邊。為什麼是擦邊呢？因為露得多，充滿性暗示，而性暗示就是對男性的討好，就是媚男，媚男就很不女權，所以井川里羽應該被批評。而與此相對大家還可以發現，就是井川里羽在做出具體回應以後也有很多人支持他。為什麼呢？他們的觀點也很明確，其只要不涉及違法，我愛怎麼穿就怎麼穿，這就是我的權利，這就是穿衣自由。平台這麼喜歡和諧的都沒有和諧，你還在這兒拿着道德大棒唧唧歪歪，你管得着嗎？所以大家發现了嗎？其實我國部分女權主義者此時的觀念之爭及由此引發的困惑是美國早在上世紀就有討論過的話題。而這個上世紀的話題呢，為什麼到2023年的中國才剛開始被拿出來討論呢？甚至說，為什麼有這麼多女權主義者壓根不知道巴納德會議性論戰這件這麼標誌性的事情呢？因為這份觀念的衝突，在我國女權主義運動過程中，長時期是被刻意回避的。在我國，支配論女權主義的觀點已經隱隱地佔據了支配的地位。強調這不是我的個人觀點這是黃英教授的觀點。在論文中黃英教授這麼寫道：一方面，性是男性對於女性的壓迫工具，不平等的結構制約下，女性不可能有真正的同意與自願等典型的支配論觀點，正在中國大陸當下的反性騷擾論述中聚焦流行，且這些支配論觀點呢，在缺乏足夠檢視的情況下，被視為先進的經驗。另一方面呢，很多人卻對性激進派女權這些論述的積極抗擊故意不提，似乎理所當然地把反性騷擾話語視為女權主義作為整體的論述，質疑的聲音呢，則被斥之為不了解女權，甚至反女權。對此他批評到當下大部分中國大陸的女權主義對於美國或至全球的女權內部在性議題上的差異與爭議，就缺乏更為完整的認識或介紹，更缺乏批判的分析，給人以女權主義不會質疑反性騷擾的錯覺。這也是為什麼他在本文中更多介紹性激進派觀點的原因。所以介紹完這些以後，我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什麼呢？第一是關於女權主義的正確方向該往哪兒走，本身就不只存在某種單一的論調及唯一的理論，恰恰相反，女權主義內部客觀存在尖銳的觀念衝突，並且這種衝突和分歧本身就很重要。因為大家會發現如果單看這兩種觀念，它們都存在一定的偏激性，但兩派的拉扯與論爭反而可以促使社會從不同角度对如何正確保護女性權利進行充分的檢視，並得出一個能讓社會廣泛接受的解法。因此如果你真的關心女權，你就應該多了解女權。第二是我本人更想強調的，即我們要警惕並防止我們不認同的價值觀重塑道德，並通過重塑道德變相剝奪，甚至最終剝奪每位女性現有的
真的是好不容易爭取来的法定人身权利。这是什么意思呢？我需要先明確告訴諸位，性別議題絕不僅僅只是網上吵架，它就是政治，且是與你我息息相關的政治。是政治就有政治訴求，政治訴求的一大體現就在於立法。當一類價值觀通過立法予以確定，那我們所有人即使此前再怎麼反對，就都必須接受這份價值觀的約束。因為如果我們不遵從約束，我們就違法了。我先舉一個例子鮑玉民案原本是一個充斥謊言的案件，但輿論對本案的討論呢，最終促成了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的出台。法律對與未成年發生性關係做出了更嚴格的規定。因此呢，從輿論關注到最終立法，大家可以看到關於性別議題的立法渠道是相對通暢的。在此情況下，同樣的，如果有一天我們縱容個別激進的觀念佔領輿論高地，你還會發現這終將導致很多女性原本好不容易爭取到來的權利，會通過另一種自認為正確的方式全部還了回去。比如，如果女性衣着大膽釋放性感就被指責為擦邊，是討好男性；女性結婚就被指責為家庭的附庸，成為男性的免費保姆；女性生孩子就被指責為被男權社會當作生育工具。那麼問題來了，你又如何看待女性依法享有的生育權、婚姻自主權和好不容易爭取來的穿衣自由呢？我們都可以嘗試想象當一個滿腦子封建糟粕的古人一不小心穿越到現代時，他會怎麼想？封建社會不讓女性有穿衣自由，是因為女性要有女德。現在呢，人們開始以擦邊媚男的名義，讓女性重新把嚴嚴實實的衣服穿了回去。以前男女授受不親，不能有婚前性行為，甚至結婚前男性都不能多看女性一眼。而現在呢，你看看那些地鐵女性專用車廂，你看看日漸敏感防範的社會兩性關係，古人看了也得摸摸腦殼想，好像也沒什麼區別啊。於是古人問，怎麼這都1000多年了，社會還沒變化？現代人回答，怎麼沒有變化呢？有變化，以前是要求守女德，現在是要求守男德了。然後古人又問，既然是要守男德，為什麼還對女性有這麼多要求呢？不能露，不能做，甚至想要生孩子做母親都被人指指點點。現代人回答，為了防男齡啊。古人思來想去，連連擺手，說感覺女性也沒有多自由多少，真搞不懂你們現代人。是的，大家發現沒有，無論是東風還是西風，倒下的不都是草嗎？權利實際上受到限制的不都是女性嗎？如果女性穿比基尼都會被說是擦邊，且被宣判成立，朋友們，你們放心，擦了這個邊以後，新邊會越來越窄的，因為人類總是這樣，對道德的要求沒有上限，且對違反道德要求的懲罰沒有下限。可這次背後的推手又是誰呢？對權利的否定都是從道德上的矮化開始。當女性正常行使自己的法定權利都成為許多人口中的錯時，當你動輒用男齡的放大鏡譴責每一位在你看來行事不端的女性時，你會發現女性的權利客觀上在被一次次的限縮。而更可悲的是，這次限縮是那些所謂打着保護女性權利的人帶來的。對此你認同嗎？如果你認同，沒問題，我們將匯聚出很大的音量，並在未來的某一天令法律這艘遲緩沉沒的大船因你而起伏波動。而如果你不認同，但卻保持沉默，那我想告訴你，當這艘大船朝着你不願的方向揚帆起航的時候，你就不能說你全然無辜，因為你本是有機會參與決定它的航向的。有多少人在打着女權的名義迫害女權？又到底有多少人在揚着所謂進步的旗幟開倒車？我們要警惕並防止部分觀念對女性法律權利的污名化，因為長期的污名化會重塑道德，甚至於法律。而如果，我是說如果我們不正视對女性權利的多元化討論，不反對我們該反對的，堅持我們該堅持的，那這滾滾而來的倒退車輪所將碾過的就是你和我，不論男女。我是法詹，我們下期再見。